朝鲜垃圾火箭炮首次证实出现在乌俄战场。最近，乌克兰战地记者公布了一段视频，内容显示一辆朝鲜 M1991多管火箭炮停放在俄军机库内，并在加装格栅防护网，用于应对乌军的无人机。朝鲜的火箭炮实力不算弱，反而可以说很强。毕竟口径600毫米的 KN-25在那儿摆着，至于 M1991火箭炮，火力军只能说这就是一个破烂。论射程还比不上鼓山大炮，也就比 M1985强上那么一点。问题来了， M1991的真实性能如何？在乌俄战场上能起到什么作用？朝鲜又为什么要援俄这种垃圾武器呢？早在2024年11月就有消息称，朝鲜的 M1991火箭炮已经在俄军服役，但当时并没有证据。这次曝光的影像首次证明了这件事。M1991属于朝鲜的多管火箭炮，算不上最弱，但也不是最强的。22个发射管可安装在卡车上，口径240毫米，射程为40公里至60公里，主要用于饱和式火力压制，打击敌方坚固阵地与装甲集群。其他方面的性能则要聊到朝鲜另外的火箭炮。朝鲜火箭炮的发展还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。1951年，朝鲜首次获得苏制 BM-13卡秋莎，并在朝鲜战争中使用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作为一代名炮，卡秋莎的性能还不错，射程 8.8 公里，但对于朝鲜来说，这个射程很明显不够，无法实现远距离的打击。1958年，朝鲜将借兵工仿制了战场缴获的美制 M8 火箭筒，并发展了第一种国产火箭炮，也就是58式近程火箭炮，配备了6个发射管，最大射程6公里。等到1966年，朝鲜人民军炮兵局正式组建火箭炮部队，主要武器就是卡秋莎和 BM-14， 都是苏制武器。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，朝鲜火箭炮的发展才算正式进入正轨。在这个时期，朝鲜从中东地区获得了苏制 BM-21， 并开始进行仿制，结果就是金策1号122毫米火箭炮，性能与原来的 BM-21 没什么区别，最大射程只有20公里，远超卡秋莎和 BM-14。但朝鲜依旧不满意，毕竟达不到首尔地区，于是开始进一步研发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朝鲜火箭炮进入爆发期，陆续研发了多种火箭炮，射程从40公里逐渐提升至400公里。口径240毫米的有 M1985、M1991、M2012， 口径333毫米的则是 KN-09， 其最新型号的火箭炮则是 KN-25， 口径600毫米。其中 M1985 火箭炮于1985年首次出现，轮式底盘，12个发射管，最大射程达到了43公里，使得朝鲜首次拥有在韩朝边界打击首尔的能力。在1991年，朝鲜又推出了 M1991 火箭炮，也就是援俄的武器，射程与之前的 M1985 一致，但火力精度大幅提升，拥有22个发射管。后续又推出了 M1991 的改进型，射程达到了60公里，配备有朝鲜仿制俄制目标侦察雷达的设备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朝鲜就开始对外出口 M1985 与 M1991， 目标就是伊朗。总体上看，在这个时期，朝鲜基本消化了苏制 BM-21， 本国火箭炮技术有了质的提升，研制的 M1991 改进版基本实现了对首尔地区的火力覆盖。但即使如此，也改变不了 M1991 就是破烂的事实。即使在朝鲜这边，该火箭炮也是垫底的。在 M1991 改进版的基础上，朝鲜还推出了 M2012 火箭炮，也就是主体100炮，口径同样是240毫米，但射程却达到了100公里。就性能来看，朝鲜240毫米火箭炮家族的巅峰就是主体100炮，在国际上存在感也不算弱。240毫米算是大口径了，更容易提升射程。国际上那些主流火箭炮的口径也在220毫米至240毫米左右。与此对比，107毫米火箭炮几乎已经退出朝鲜军队序列，这也没办法，发展前景太小。在朝鲜看来，与韩国作战时，火箭炮的射程是越远越好，而107毫米火箭炮显然不符合要求。不过想要火箭炮射得更远，仅凭加上火箭弹长度还不够，还需要发展口径更大的火箭炮系统，并配套使用操作更复杂的导航系统，以及更先进的发动机与燃料。于是 KN-09 与 KN-25 出现了。朝鲜远程精确火箭炮的试射最早可以追溯至2013年，也就是 KN-09 的试射。至于其技术来源，火力军也无法确定。不过最合理的解释是
KN-09是朝鲜在240毫米火箭炮的基础上，结合苏制龙卷风火箭炮与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技术结合而来。就朝鲜的国际环境来说，直接从其他国家购买先进火箭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大概是进行技术交流，之后结合本国的国产化，才研究出 KN-09。之后于2016年正式服役，口径达到了333毫米，射程200公里，8个发射管，其火箭弹弹头有4个较小的弹翼，可以进行弹道修正。采用惯性制导与格罗纳斯卫星制导，最大精度约为25米至50米。在研制 KN-09时，朝鲜也发展了多种火箭炮弹药，比如预制破片弹、子母弹、地雷弹、钻地弹等。其最新的 KN-25在2020年10月10日的朝鲜阅兵式中集中展出，口径600毫米，搭配4个至6个发射管，最大射程达到了400公里，基本可以覆盖韩国全境，速度超过5马赫，达到了高超音速的领域。就性能来看， KN-25则与 KN-09以及一众240毫米火箭炮明显不同，比如作战用途与技术来源。实际作战时， KN-09与主体100炮这种常规火箭炮主要负责常规火力打击，战斗部较小，需要进行火力覆盖。而 KN-25的直径较大，根据朝鲜官方的说法，可以安装核武器，具备战术导弹的性质，威慑性更强。在技术来源上，朝鲜传统火箭炮技术来源为各类火箭弹，而 KN-25则来源于导弹固体发动机以及推进技术，其技术特性与精准度方面已经接近美军的海马斯系列火箭弹，功能与 ATACMS 类似。说到这儿，大家也都看出来了，在朝鲜火箭炮中 M1991 的性能并不算好，研发时间太早，射程与精度都不如其他火箭炮，仅仅比 M1985 强上一点。至于这种破烂在战场上的作用，火力军只能说对朝鲜有一点用，但对俄罗斯来说 M1991 就是鸡肋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对于朝鲜来说，只要是射程在40公里以上的火箭炮都有用，不需要担心精度问题，毕竟主打火力覆盖。在实际发展时，朝鲜受到了苏联大炮主义的影响，在缺乏机械化步兵与装甲力量比较落后的情况下，大力发展炮兵。朝鲜人民军装备火箭炮的单位很多，除了各军团下属的火箭炮旅以及炮兵师之外，还包括炮兵军团、直属火箭炮部队、各机械化师团以及首都防御部队下属的火箭炮部队。以火箭炮的种类来区分的话，240毫米火箭炮分布于朝鲜各炮兵旅，333毫米火箭炮主要装备炮兵军团，最新的600毫米火箭炮则由直属炮兵部队掌握。从部署情况来看，口径240毫米的火箭炮大多分布在边境附近的预设阵地与工事中。为了保证安全，这些工事大多处于地下或山体中。如果大家仔细观察朝鲜半岛的地图，就会发现，从朝韩边境到首尔最近的地方只有40公里，从朝鲜的长丰郡到首尔的直线距离也只有65公里。这些240毫米火箭炮最大射击距离43公里，在边境附近使用可以打击到首尔。那些改进型的240毫米火箭炮则可以在开城地区攻击首尔。如果在朝韩边境或开城地区部署 KN-09，这种333毫米的火箭炮还可以打击驻韩美军平泽基地与乌山基地。至于600毫米的 KN-25，最好的选择就是离边境远一点，400公里的射程可以随意部署。就战术来看，朝鲜炮兵的任务就是在短时间内向首尔一些重要基地倾泻大量火力，精度不在考虑范围。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曾声称，朝鲜装备了大量的远程火炮，可以在几小时内将韩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首尔打回20世纪80年代，潜在伤亡人数20万以上。从这点考虑，只要 M1991 站在朝韩边境，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。不过在乌俄战场上， M1991 的缺点就会无限放大，比如射程不足、精度太低等等。在朝鲜半岛上作战时，朝鲜不在乎 M1991 的精度与射程，已经够用了，只要能打到首尔就行。但在乌俄战争中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，其战线太长，战场情况也太过复杂。如果朝鲜援俄的火箭炮是基础版 M1991 而不是改进版，那么射程只有43公里，这个范围是很尴尬的。当前的乌俄战场，乌军之前使用海马斯频繁打击俄军弹药库，导致其部署地点远离前线，俄军则是使用滑翔炸弹打击乌军阵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的作战区域很大，加上精度的问题， M1991 无法威胁乌军的后勤路线，只能打击前线阵地或装甲集群。首先第一点，就威力来看， M1991 的确可以打击乌军的阵地。一定程度上来说，
朝鲜援俄 M1991 弥补了俄军的火力缺口。因为产量的问题，俄罗斯自研的300毫米远程制导火箭炮龙卷风战场存在感很低。M1991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但问题在于 M1991 的射程不够长，想要打击乌军阵地，只能在距离前线较近的位置发射，这已经在乌军火炮的打击范围。加上乌军无人机的侦察与反炮兵雷达， M1991 打完一轮火箭弹后，跑得稍微慢一点的就要被干掉。加上精度的缺陷，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打不到乌军阵地，反而被乌军一炮撂倒。至于装甲集群，火力军只能说没可能。当前的乌俄战场，乌俄双方都是以小股部队渗透的模式作战，不可能出现大规模装甲集群。火箭炮打击小股作战部队就极其考验精度。很明显 M1991 没有这个能力。如果朝鲜援助俄罗斯的火炮属于 M1991 改进版，射程远一点，生存能力有所提升，但精度问题依旧存在。M1991 改进版装备有朝鲜仿制俄制目标侦察雷达的设备，但乌俄战场的环境太过复杂，俄军卫星制导滑翔炸弹已经失去效果，更别说 M1991 的目标侦察雷达了。以上这些问题恐怕俄罗斯也知道，那为什么还要接受 M1991 而不是性能更好的 M2012 或者 KN09 呢？接收 M1991 的原因很简单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即使是射程只有43公里的破烂，也能发挥一定的用处。毕竟火力覆盖的效果再低也算火力。至于要其他火箭炮，那还要看朝鲜会不会给。对于朝鲜来说，远程精确打击火箭炮属于战略武器，地位仅次于弹道导弹。目前朝鲜已经援助 KN23、KN24、KN15 以及北极星2导弹，加上弹药、人员以及各种重武器，已经不算少了。而且 M2012 与 KN09 也算是新武器，朝鲜的库存也不算很多，除了平常的战备部署之外，没有多余的精力考虑俄罗斯。而且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也很紧张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冲突，朝鲜不可能持续削弱自身力量。就火力军而言，在乌俄战场之上，朝鲜 M1991 火箭炮无法起到太大的作用，但对于俄罗斯来说，总归比没有更强。到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朝鲜火箭炮的口径不断扩大，而美欧这边反而对火箭炮不是很上心？自 M270 与海马斯之后，就没有再推出口径更大的火箭炮。在朝鲜这边，那些远程火箭炮都是朝鲜第二自然科学院第166研究所研发的。该研究所大约有1500名研究员与工程师，大部分来自朝鲜平壤国防大学、金日成综合大学和龙城电子工业大学等。除了本国的研究人员，苏联解体之后，第166研究所还聘请了一些俄罗斯火炮和弹道导弹技术专家，并与伊朗等国家保持技术联系。由于受苏军作战思想影响，以及朝鲜半岛地区多山地，利于炮兵发挥作用等多重原因，朝鲜非常重视炮兵的建设。在继承苏联的火炮技术之后，又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研究和创新，有一定的技术积累，自身又适合火箭炮的部署，二者相结合，注定朝鲜火箭炮技术的发展。除了这点，还有就是成本效益的问题。由于装甲力量短缺以及空军实力薄弱，朝鲜无法凭借常规军力应对韩国的威胁，只能大力发展战略威慑型武器。刚好火箭炮就具备这种属性。大口径火箭炮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火箭弹，对大面积目标的饱和式打击。虽然精度一般，但足以对韩国的布防阵地造成严重打击。加上首尔距离韩朝边界太近，火箭炮的威慑能力进一步加强。最后就是成本效益，与战术弹道导弹相比，大口径火箭炮的制造和维护成本较低。朝鲜可以通过大量生产这些武器来增强其军事实力，同时保持较低的经济负担。这几种条件决定了朝鲜发展火箭炮的路线，口径越来越大的理由也就出现了。想要增加火箭炮的威力，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扩大口径。口径600毫米的 KN25 最大射程可达400公里，覆盖了韩国多个重要军事基地。而对于美欧而言，并不依赖大口径火箭炮的饱和式打击能力，而是以空中作战以及战略部署为主。M270与海马斯已经足够了，其分别满足重装部队火力压制与快速反应部队的部署需求。海马斯可以通过 C130 快速空运，增大口径反而有些得不偿失。洛马新一代火箭炮火力是海马斯的4倍，但是因为自重达到了24吨，导致 C17 运输机仅能空运2辆，在复杂地形下的生存能力也有所下降。其次，由于技术上的领先，美欧增大火箭炮威力的方式更倾向于更换弹药，而不是增大口径。
最直接的例子就是 GMLRS-ER 和 ATACMS。相比较研发新一代火箭炮，这种方式反而更具性价比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朝鲜 M1991进入乌俄战场可以起到什么作用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，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